你知道每天都在吃的隐藏陷阱食物，往往会让血糖失控吗？吃下去，血糖比喝可乐冲更快，还可能增加胰岛素阻抗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揭晓血糖高必须避开的6大陷阱食物，还有更好的替代选择，它们的 GI 值和每份的分量，让你吃得安心又能帮助控制血糖。陷阱1：白面包、白面条。早餐一片白吐司，或中午一碗白面条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但问题就在这些都是精致淀粉。白吐司 GI 值约91，白面条 GI 值在77左右，属于高 GI 食物。它们被去掉了大部分的纤维和营养，只剩下淀粉，进入身体后很快就会转成葡萄糖，容易让饭后血糖一下子冲上去。吃全麦面包比白面包好吗？部分市售全麦面包 GI 值达74，真正的全麦面包是用整颗小麦磨成的粉做的，保留了外层麸皮、胚芽、胚乳，所以膳食纤维丰富，吃起来不但有饱足感，还能帮助延缓血糖上升。但市面上很多是假全麦或混合全麦面包，其实主要还是用白面粉做的，只是加一点麸皮进去，纤维少，升糖速度也快，营养价值和真正的全麦差很多。要挑的话，记得看包装成分表，第一个成分要是全麦粉，才是真的全麦面包。有研究显示，长期吃高 GI， 也就是高升糖指数食物，会增加胰岛素阻抗的风险，对血糖不稳定的人来说是雪上加霜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把白吐司换成裸麦吐司，白面条换成糙米饭。这些食物有比较多的纤维，能延缓血糖上升。替代选择：全谷杂粮类1份有1份糖类约等于黑麦面包1/2片约30克 ，GI 值约58；糙米饭1/4碗 ，GI 值约58。陷阱2：果汁，尤其是浓缩果汁与手摇饮，很多人会说我不喝汽水，我喝果汁就好，感觉比较健康，但其实果汁去掉纤维后，剩下果糖和葡萄糖，这些糖分一下子就进到血液里，血糖飙升的速度比喝汽水还快。橙汁 GI 值约46，苹果汁 GI 值约44，因为没有纤维，血糖反应实际上仍然偏高。更糟的是，很多手摇饮和市售果汁还会再额外加糖，一杯就超过1天建议的糖摄取量。可以把果汁换成整颗水果来吃，比如苹果、柳丁、粗梨，因为水果里的纤维能帮助减缓糖分吸收。替代选择：水果类1份有1份糖类约等于一个小苹果可食量130公克 ，GI 值约36；一个柳丁可食量130公克 ，GI 值31；粗梨可食量120公克 ，GI 值38，因含有纤维 ，GI 值较低。陷阱3：加工肉类，像香肠、培根、火腿，很多人觉得香肠、火腿很方便，加个三明治、炒个菜就解决一餐。但这些加工肉类里面通常含有很多盐分、饱和脂肪、化学添加物，容易增加胰岛素阻抗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这些虽然 GI 值几乎是0，但高盐、高饱和脂肪，可以用天然的蛋白质来源来替代，比如水煮鸡胸肉、鱼肉，甚至是植物性蛋白质像毛豆，不但能帮助控制血糖，还能保护心脏。替代选择：低脂蛋白质1份约有7公克，蛋白质约等于鸡胸肉30公克，一般鱼类35公克，毛豆50公克。陷阱4：蛋糕、饼干、甜点。下午嘴馋，很多人会吃个蛋糕、饼干、甜点，感觉没什么。问题是3重攻击，精致淀粉加大量糖加反式脂肪。奶油蛋糕 GI 值82，饼干 GI 值约77，吃进去不只让血糖立刻飙高，还会增加发炎反应，长期下来对胰岛素功能很不利。那如果真的想吃点心呢？可以试试一点坚果，比较不会让血糖一下子冲高，又能满足嘴馋。替代选择：坚果类1份含脂肪5公克，约等于杏仁5颗7克，核桃仁2粒7克。陷阱5：调味饮料，如奶茶、加糖咖啡、罐装茶。很多人觉得我不吃甜点，就喝饮料而已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其实这也是大坑，因为很多饮料里面藏了大量的糖分，像是奶茶、加糖咖啡、罐装茶，常常一瓶就超过1天的糖建议摄取量。含糖饮料 GI 值几乎都在60到70以上，等于一杯就是高血糖风险。长期喝这些饮料，不只是血糖问题，还会造成体重增加、肝脏压力。更好的选择是什么？无糖绿茶、含儿茶素、
具有抑制转换酶的活性能力，帮助减少肝脏合成葡萄糖。无糖豆浆，豆浆富含大豆皂苷、异黄酮、膳食纤维，能帮助减少人体对糖分的过量吸收。最好的是白开水，协助体内代谢。成人每天建议水分约1500到2000毫升，约6到8杯水，每杯240毫升，小口慢饮分次喝。替代选择：无糖绿茶、无糖豆浆、白开水。陷阱6：油炸物，像是炸鸡、薯条、盐酥鸡，这些食物含有大量饱和反式脂肪，会慢慢堆积在肝脏和肌肉细胞里。当这些细胞被油包住，胰岛素想开门让葡萄糖进去时，门就卡住了，血糖进不去细胞，只能在血液里越积越多，久而久之血糖就容易升高。所以过多饱和反式脂肪容易使身体用糖的能力变差，导致血糖间接提高。至于本身代谢力就比较差的人，吃进这些脂肪更容易影响代谢功能。临床研究发现，高饱和脂肪饮食的人，胰岛素敏感度会下降，多摄取不饱和脂肪酸像特级初榨橄榄油、酪梨油，能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度。炸薯条的 GI 值大约是63，比水煮马铃薯 GI 值78还低一点，但炸薯条的饱足感只有水煮马铃薯的1/3，而且油加上精致淀粉的组合会让人越吃越想吃，不知不觉吃进的热量更多。而炸鸡 GI 值虽然低，大约41，因为高脂肪食物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，使血糖上升的较慢，但是炸鸡中的饱和脂肪、反式脂肪会加重血糖与心血管负担，可以用蒸地瓜和水煮鸡肉代替。也许你会问，那烤地瓜呢？同样是地瓜，蒸的跟烤的升糖指数 GI 值差很多哦。蒸地瓜的 GI 值大约在40到50，属于低 GI 食物，血糖上升的比较慢。但烤地瓜的 GI 值却能高到70到90，算是高 GI， 吃完血糖容易冲上去。为什么会有差别？关键就在烹调方式。蒸地瓜的时候，大约100度的蒸汽会让一种叫贝塔淀粉酶的酵素失去活性，所以淀粉不会被大量分解成糖，血糖上升自然比较慢。虽然蒸地瓜还是有点甜，是因为它本身含有大约 4% 到 6% 的麦芽糖。但如果是烤地瓜就不一样了，烤的时候温度更高，贝塔淀粉酶会持续作用，把淀粉转成糖，让麦芽糖含量增加到 8% 到 12%， 再加上烤的时候外皮会产生梅纳反应，就是那种香香焦黄的味道，吃起来更甜，更好吃，但同时血糖也更容易飙高。替代选择：全谷杂粮类每一份有1份糖类约等于蒸地瓜约55克，小半条 ，GI 值约55。低脂蛋白质1份约有7公克，蛋白质约等于水煮鸡肉约30克。今天我们聊了血糖不稳需避开的6大陷阱食物，那么控糖可以吃的28种低升糖食物有哪些？你可以观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周围亲友们，一起获取实用的健康知识。下次再见哟，拜拜。